在中国，只要你开始培养一个女人，那这个女人大概率就会开始瞧不上你。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教导这事儿本质上它就是一种权力压制。当你想培养某个女人时，你潜意识里面就已经建立出来了一种强者对弱者、聪明人对笨蛋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关系。虽然你本意是想帮她，但在她的潜意识里接收到的信号却是被压迫。刚开始呢，她因为自己弱小，又要靠你帮忙嘛，她就会表现得很听话她也会对你很感激。但你要清楚人性兄弟人性就是既崇拜强者又会嫉妒强者的。随着你不停地把自己的看家本事、思想方法还有人脉资源啥的一股脑的全交给他了，对吧？扔他了，你这其实是在干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儿。你这是在让他对你祛魅。你要知道，离得远才会敬畏，太熟了就容易轻视。等你把自己所有的底牌都亮给他看的时候，你去为了教他把你自己搞得狼狈不堪的时候，连你自己犯错的过程你都要暴露在他面前的时候，那你在他眼里就一点神秘感和权威感都没了。他学会了你做事的方法了但是他却从未经历过你吃过的苦。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特别幼稚的想法原来你也不过如此嘛，这事儿看着好像也不太难那我也能我也行。一个活在二手经验与概念中的人，是无法理解在一手生命中搏杀的人的。这个时候他对你的敬畏没了，换来的是轻视，甚至他还可能想要取代你。更可怕的是，他可能会恩将仇报。你给了他太多本来他能力够不着的东西。从心理学上说，这会让他心里有一种特别重的负担，他会觉得欠你好多感觉都还不清了。那么为了平衡这种愧疚感，还有他的那种自卑感，你们知道人性会干嘛吗？不要去相信什么，就是说白了，不要去考验人性。人性一定会做一件事儿，就是在潜意识里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也就是故意去挑你的毛病。他非得证明你帮他是有坏心思的，或者说非得证明你也哪里是有错的，或者觉得就是你挡了他的路。他会知道只有亲手将你把神坛上拉下来，甚至是踩在下面，他才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从你这儿得到的所有好处。他才能够觉得自己的成功全都是靠自己，而不是靠你的施舍。你们看看历史，看看古往今来所有朝代的更替，是否都是如此？所以培养一个女人往往其实就是养只老虎当然不是说不能培养女人，只是不要像我刚所说的那样去尽全力去培养，或者是说真的太过于的去培养了。我们说的培养应该是带领式，这个才是对的，否则你只会被这只老虎伤害好多老板领导还有什么那种热心肠的大哥哥大姐都栽在了这种圣母心上面。你把女员工当徒弟，把女朋友当女儿教，结果呢，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他摸清了你的套路，拿走了你的资源，转身就成了你的竞争对手，说不定还在背后骂你傻逼所以你得明白，真正有本事的人是挑出来的，不是培养出来的。那些真正厉害的女人是不需要你手把手教的，你只需要带领她，给她一个机会，给个平台，她们自己就会有很强的上进心和悟性，她自己就会偷学的。但是那些你得去费尽心思去培养的，还得推着走的那群女人，说白了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你投入的越多，你最后损失的一定是越大。到最后，你不但没有得到帮手，你反而养出了一个巨婴，一个随时可能咬你一口的白眼狼。所以要是你不想被反咬一口，不想被自己带出来的人瞧不起，那你就得学会克制自己，别老想着帮别人，尊重每个人自己的命，别总想着当别人的救世主，也别去当别人的人生导师。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最靠谱的关系不是师徒，也不是谁是谁的恩人，而是互相交换的价值。你有价值咱就一起合作你没价值咱就各走各的路。所以你得学会藏着点自己的本事，别傻兮兮的到处跟别人说自己的绝招，那是你的核心竞争力那是你在熬了无数个夜，你踩了无数个坑以后，甚至是花了很多钱以后才琢磨出来的东西，你凭什么免费给别人呀？
你就得让他自己去吃苦头，去撞南墙，只有疼了，他才能够真正的吸收到那个教训的。等他在社会上被撞得头破血流了，发现没你不行的时候，他就会真正的去敬畏你，他才知道你的价值。记住，你要做那个定规矩的人，别亲自下场去教别人，你要用制度去管理，去用利益去激励别光靠感情去打动别人。当你站得够高的时候，是有一群人会来崇拜你，但是你站得够高，又要非得去往最下面去贴合，那你就自己从神坛走下来了。我的建议就是，你站得够高的时候，你的内核要足够的强大，并且还是那句话，要懂人性、识人性，对吧？还要用人性。教课还是那句话，没有必要去学什么技巧，懂吗？下课。